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频道，我是本频道的主持人小王。这个频道主要跟大家分享金融以及科技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想分析金融知识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大家喜欢。有兴趣的话，请按一下右下角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以后更新的每一期视频了。今天这一次节目，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香港银行卡开户的问题。我12月份去香港，并且很顺利的把中银香港和招商永隆以及众安银行的开户全部办理妥当。在这次开户之前，我一直在琢磨到底开哪几家银行卡。现在手头有2张银行卡，分别是内地的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我就在计划，是不是在香港的时候也需要开一张招商银行或者是中银香港的银行，但是招商银行的入门门槛太高，好像海外资金要100万美元起步，所以就打算开招商永隆的。然后虚拟银行这一边，好像香港有8家虚拟银行，众安、天星啊，还有其他的。众安银行好像是资质最好的虚拟银行，天星银行虽然跟富途牛牛有一些合作，如果是用富途牛牛多的人会考虑一下。为什么没有选汇丰呢？前提是内地需要有汇丰银行的账户，虽然说汇丰免手续费，但是内地的汇丰和香港的汇丰之间转换的价差比较大，相当于汇丰转换的中间包括了手续费。如果单纯为了转账的话，开汇丰不太划算。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目标选定成招商永隆银行、中银香港还有众安银行。那我就提前动手准备了。关于招商银行，由于我在内地是金葵化的客户，所以直接联系了客户经理，然后客户经理直接就给我推荐了香港那边招商永隆的对接人，直接拉微信群。当时我在群里面问过去开的话要带什么资料，然后香港那边对接人跟我说，你需要带大陆的招商金葵花银行卡，还有身份证、港澳通行证、过关小票，还有地址证明就可以了。地址证明我用的是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账单，最近3个月打印出来，最好在地址证明中看到家庭住址对应的门牌号，确认是住宅地址。实际上，中银香港这边的开会也差不多，这2份材料能够通用的。还有一点需要提示，在职打印状态最好打印出来。我自己是自由职业者，所以在中银香港处碰到了很大的麻烦。视频后面再继续说。另外就是关于港币的问题，大家也知道，从中国内地去香港的话，如果第一次入境香港，可以携带等值大概5000美元的现钞，大概是35000到36000人民币左右。还有一点，如果自己拿招商银行的金葵花卡到香港之后，在 ATM 机上也可以直接取当地的货币，也就取港币。这个港币的额度好像一天1万人民币的额度，也就是1万多港币多一点这样子，每年不超过10万人民币的额度。这么算过来的话，如果是合法从内地带到香港的现金，最高可以达4万多一点港币。我自己在深圳，大概周日的时候，在深圳招商银行里面取了3万港币。但是建议大家，如果在深圳取港币的时候，尽量找网点大一点的银行，这样的话港币的储存是比较多的。如果网点比较小的话，很可能取不到这么多现金。我就去深圳的机会，一天把这个事情办完了，那么就定到早上了。从深圳的福田到香港西九龙的高铁票，然后晚上再从香港西九龙回来，这样的话相当当天就办好了。我定的日期是星期一，主要是星期一是在工作日，
有人说周六去香港怎么样？但是周六香港下午上班到下午1点，如果是周六事情没有处理完，就特别麻烦了。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就选择周一去香港开户。这些事情都计划好了之后，还有一点要注意，香港那边的充电头、充电的插座是英国的国标，是英制转换的，所以自己在香港那边需要用电的话，除了手机充电宝充足电，最好带一个英标转国标的转换插头，这样的话方便在香港那边充电。于是我就带着3万港币的现金，在星期一的早上从福田口岸出发去香港西九龙的。我订的票比较早，那天大概是6点50几分从福田出发，待半个小时就到西九龙高铁站了。然后从西九龙地铁这边出来，顺着谷歌地图去找，然后找到了尖沙咀。我预约的是招商永隆银行，约了尖沙咀分行。中银香港，我也在旁边看一下，看看哪个地方有。刚好尖沙咀那边有一个中银香港，而且这2个银行隔的距离还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我从高铁站这边穿过西九龙公园。原本我使用的是小米手机，小米在香港有一个全球上网服务，支持全球上网。我本来打算用小米的手机，首先在香港内地申请开户，这样我可以将港澳通行证、身份证以及移民局办理的过关证明上传到中银香港的手机应用上，申请线上开户，只需要到银行去验证身份即可。但是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出了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虽然小米手机在香港能上网，但是无法确定我在香港的位置，这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因此，我无法通过手机完成线上开户。下一步只能去找香港本地的 WiFi， 看看是否能连接。接着，我从九龙西这边穿到尖沙咀，找到中国银行附近的一个免费 WiFi。当时大概是早上8点钟左右，我的目标是在中银香港这边提前准备好开户资料，完成网上申请，然后现场只需要到线下柜台验证一下即可。然而事情并不如预期所想的那样顺利，七巧八巧，没耽误我的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在扫描识别之后，进入人脸验证时总显示不合格。前前后后折腾了1个小时左右，几乎都要绝望了。这时候我没有选择，只能9点到中国银行去碰碰运气。9点钟直接进入了中国银行的网点查看情况。刚好，我在中国银行附近没有太多人排队。突然我想到，中国银行这边是有免费 WiFi 的，为啥不用中国银行的 WiFi 来做验证登录呢？后来等我到香港的营业厅，在前台排队的时候，一位前台的先生给了我几张纸，并告诉我纸上的要求做好，然后再去开户。很幸运，现场拿号，赶上当天开户，于是拿到了编号为8号。按照常理，每个人的开户时间大约半小时，我8号意味着前面有几个人需要至少花2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我将香港，中银香港给我的指南和等待的小票放进包里，然后再前往招商永隆银行。随后我直奔招商永隆，在微信群里面，我就打开了香港这边的对接人。我进去之后，就向香港永隆的招商永隆的保安去打听，然后告诉他我是来找某某某的。保安非常友好，确认后让我进入银行办理手续。进去之后，我的确看到是在找银行的工作人员，马上与他们的员工商量，里面有一个女士，直接带我到对接人的办公室坐下等待。当对接的先生进来时，我向他说明了情况，
他立即带我到2楼取了一个号，我排的第1号，很幸运。柜台似乎是 F 开头的号的，但我不清楚这些号的区别，就先坐在那儿等。过了一会儿，柜员小姐姐正式上班了，询问我是否要开户。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招商永农的手机开户申请做了没有？我当时犹豫一下，说还没有做。她说那你先用手机完成开户，然后再帮你做后续的事宜。我在手机上打开招商永农的手机银行，按照步骤去录入资料。过程中，开户的小姐姐非常关心我的进度。我拿手机给她看，她点头示意，我继续操作。大约10来分钟后，填写完毕，我提交了开户申请。柜台小姐姐确认那边已经收到了我的开户申请，并且看到了我的相关身份信息。她开始处理，在电脑上操作了一阵子，检查了我身份证、港澳通行证、过关小票、地址证明以及国内的金葵花卡。因为招商永农必须使用国内的金葵花卡，如果不是金葵花卡，就需要出资产证明，这样会比较麻烦。好在一切都比较顺利。随后，我的招商永农账户通过手机收到了一个开户编号，通过这个编号，我在手机银行里设置了密码，登录招商永农的手机，完成理财投资资格认证，包括风险能力评测，以及之前包括炒股、金融衍生品等经验，确认之后开户成功。招商永农会在开户成功之后寄送一张银联的提款卡到内地，但是我自己不需要那张卡，所以拒绝了。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手机银行里再次申请提款卡。等申请完成之后，我在招商永农存入了2万港币。招商永农的一个好处是，类似国内的招商银行，它的手机银行做得非常好。招商永农也有类似招银的产品，是一些可以选择的基金，年化率大约4%，这符合我的需求。不过，招商永农有一个要求，如果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少于1万港币，每个月会收200港元的手续费。但是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因为通过理财产品可以换取收益，存1万港币做定存，年化率就足够了，而且还可以减免手续费。开户完成之后，第2天我就收到了招商永农开户成功的消息，并开始购买理财产品。每个月产品还可以滚动升值，账户里的现金也在不断变化，避免长时间不使用账户时账户被封。招商永农由于客户经理帮忙预约时间，开户过程中基本没有任何问题。完成招商永农开户后，我转向中银香港进行开户，大概不到10点钟我就回到中银香港了。我问了中银香港这边的前台怎么开户，他直接说你之前我给你发过那一张纸，你在纸上扫码，然后做开户的登记。实际上，中银香港这一边有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人到香港之后做网上的直接开户，身份验证、人脸识别，做完之后到线下柜台去办理认证就可以了。由于我之前折腾很久还没有成功，已经放弃了。第2种方式就是他们给的指南上扫一个2维码，也就是线下柜台开户之前需要去做一些登记，然后登记完了之后，在柜台上接着开户。由于中银香港柜台的位置实在太小，不像内地银行那么大，座位也比较少，我就只能站在那儿，拿出港澳通行证、身份证和过关小票，一步一步的进行开户登记。不过，中银香港这边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连接免费的 WiFi， 登记的速度会快一点。登记完成之后，还好正在办理的是6号，我还需要继续排队。我在接下来就利用中银香港的 WiFi 来申请众安银行。众安银行申请的时候，在账户申请环节非常顺利，但是他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坑，就是如果申请理财的话，需要单独
再在众安银行里面申请一次理财。但是当时我没搞清楚众安银行账户里面申请理财的时候需要连香港的 WiFi，确认人在香港本地，所以我们只申请了众安银行的银行账户，没有申请理财的权限。回到内地之后，打开众安银行的手机，才知道只能在香港申请理财，这让我有些尴尬。后来我也问了众安银行的客服，我向他说明我之前是在香港申请的账户，证明我已经到过香港了。但是他们说这个规定没办法，只能下次你自己到香港的时候再来申请理财。这是众安银行上碰到的一些问题。那么等到了10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申请众银香港的账户。我做到指定的号码的柜台小姐姐那儿办理开户。由于众银香港的尖沙咀网点靠近西九龙，而且开户的人很多，银行现场可以立即领取提款卡，所以开户的审核流程非常长。作为在香港开户的人，建议小心留意每一步的回答。我最开始就把开户的一些信息告诉柜台小姐姐，她不断的审核我的材料，身份证、通行证、过关小票这些都没有问题，地址证明最近3个月的账单也没有问题。但是这时候我的工作证明却成了一个麻烦点，因为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在公司上班。如果大家是在公司上班，通常会利用公司上班的条件来开一个在职证明过来申请开户，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作为自由职业者，就需要向银行来解释我的收入来源了。我向他解释，去年的确在工作，今年是自由职业。为了证明我的工作状态，我特意在手机里面存了我兼职劳务合同的电子版，还有我出示办事公司给我出了证明。但是这一类的文件并没有让柜员小姐姐放心，她让我打开手机银行查看公司的流水，结果我告诉她我签约的是国外的一家公司，发薪水不是通过公司渠道发的，而是直接转到我的外资账户上，所以我又打开了外资账户，展示了累几笔亏款，继续解释。最终小姐姐终于相信了我的解释。接下来就是投资经验的审核了。我打开银行的总账单，然后还有信用证券账户，评估我的投资经验，还打开了期货账户查看流水，每一项都在询问，还有准备。这个过程中间是柜员小姐姐直接在我的手机银行里面翻到了一些内容去确认的。等这些确认完了之后，我只有开玩笑说是否还要打开我的盈透账户看一看。柜台小姐姐说不需要了。当然还有一点是要注意，一般我们说的是投资理财，那么所有的这些金融相关的账户审核都是为了投资理财做准备。还好我今天带了1万港币现金过来，准备马上存入银行。当时我带了3万港币，招商银农存了2万，中银香港这边会存1万。他问我明年打算存多少钱进来理财，我回答大概5万到10万，但是这只是一个预判，口头表达一下就好。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自己说投资理财，千万不要提其他理由，比如说上学学费啊、消费啊，因为在香港没有工作，除了投资理财，个人感觉其他理由都有一些问题，最好现场直接存款。实际上，那个小姐姐最后已经在处理我的开户事宜了。她的后台审核人员又拿了我的资料，审核之后同意给我开户，没有问题。于是，一步一步看了我的资料，因为我是兼职的，兼职公司的名称也被记录到后台。审核完毕后，银行的审核员看了我的人脸，核对了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是否一致。但是由于我的港澳通行证最近办的，而身份证是
5年前办的，有点尴尬。我现在的脸比身份证上的比较瘦，我跟他们解释，身份证是几年前办的，港澳通行证现在才办，所以身份证上的脸看起来稍微有点胖，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审核员看了一下，确认没问题，然后在电脑旁边的读卡器上刷卡，应该是审核确认完成了。柜台的小姐姐跟我聊，你现在这样减肥怎么减下来了？我就跟她聊了一下如何减肥，感觉双方的氛围都比较好。需要注意的是，工作人员也在工作，他们的职责是帮助你开户，尽量让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状态，保持一个良好的氛围即可。等柜台小姐姐把所有的信息录好之后，她开始跟我解释，你现在有港币，还有外资和其他国家的货币，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她拿出一本中银香港的册子，详细解释了一些转账费用和外币转换费用。她说，如果你要转账到中银香港的账户，必须是同名转账的钱，不要把商家的收款的钱转进来，因为这涉及了外币转账，我必须提前提醒你。我回来说好的，于是我只用自己同名转账的钱转入，或者内地和香港的同名账户转账，并且保证这个银行账户不用来接受商业上的资金。这一步算是完成的。等这一步办完之后，他把我的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和开户打印信息给我，让我先去存款，但是留下了我的地址证明和今天本来要给我的一张提款卡。这时候我就跑到2楼去存款了。2楼排队的人比较多，但是分了2种类型的柜台，一类柜台专门存钱，另外一类柜台可以取款或做其他业务。审核过程中间，我就那儿排队，排队完了之后，存完钱就下来了。等待过程中，结果柜台小姐姐看到我来，于是直接把我带到理财经理那边去了。我理解应该是有这一步的。如果在现场存的钱，并且开户的理由是理财，那么肯定要跟理财经理交谈。理财经理是一个男孩，人也比较好，我们聊了一些情况，他开始给我推荐基金。关于推荐基金的事情，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我知道，如果买一些以债券为主的基金的话，基本上是不会亏钱的。于是我对他说，我对债券相关的基金比较感兴趣，你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他推荐了一款叫做富兰克林入息基金的基金，是有每月派息的那种，可以用港币直接购买。这个基金的好处在于每个月可以派息，也就是说每个月我的银行账户的现金是有一些活动的，账户里面的资金在增长和变化。这样的话，我买了这个基金之后，只要我的银行账户不乱用，就不会被关户。我把1万港币全部买到这个基金，但是这个基金有一个问题，每年还是有些波动。所以我就问他，基金历年的波动最大幅度是多少？最大亏损多少点？他说大概11个点。这种波动主要是在疫情前的那段时间，但是现在都是正收益，收益最高能到6个点。香港那边银行买基金是有手续费的，他说你第一笔钱刚好碰到免费的促销，然后2%的手续费就不收了，但是这200港币应该是半年之后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我算了一下，每个月还要派息，半年之后300到400港币，然后本身基金也在增值，只要我持有半年，应该是不会亏损的，所以就同意了开户申请。在和他的讨论过程中间，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卫生间，我憋得有点急。他回答说银行内部没有，对面有个商店可以去对面。但这么一说，我只能在那儿等了。不过没想到最开始第一笔基金处理时间比较长，他说要等半个小时。于是我看他打着电话，那时候手机已经看到11点多钟了，快12点了。我对他说
是不是你也要吃饭去了？”他说：“不要紧的，我这边吃饭的时间比较灵活，我会把这件事情办好之后再吃饭的。”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叫过来一个同事，然后让他的同事领我去银行里面上卫生间的。香港的银行卫生间是需要刷卡的，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刷卡带我进去之后，我上了卫生间，然后他又守在卫生间门口等我。等解决完了之后，又带我出来，然后带到基金经理的办公室。我突然感觉到，这些事情还是需要当面沟通。理财经理在帮我理财的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在照顾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后来就是理财的经理不断的在打电话确认一些环节，然后另外一个部门需要去做审核，那个审核员又核对说让我自己确认这笔资金理财之后是否有足够的生活费用。我回答肯定是有的。你们需要看一下我的银行账户吗？然后他们说不需要，主要是你自己确认就好。我理解这是一个确认环节，怕我把所有的钱全部买到理财里面去，拿不出这钱出来，没生活费了。等这些操作完了之后，后来他还加了我微信，说后面买基金可以找他，在这边可以打折，因为香港这边的基金大部分是需要用电话做交易的。如果后面买货币基金的话，应该是没有手续费。香港这边的理财，我觉得它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标的的，包括英国、美国的有些基金公司会在香港发一些基金，相当于全球的一些基金都可以买到，但是需要自己去睁大眼睛，仔细的去看看，仔细的去看合适自己的基金的。等香港的理财经理把这些办好之后，时间已经过了12点多钟了，我就出了银行。这一天总算办理的比较顺，招商永隆、中银香港和中央银行这3个银行的账户全部都开通了。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分享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一期见。